中原63年，洪灾频发，饿殍遍地，百姓为了填饱肚子，不惜易子而食。我辛辛苦苦抚养成人的大儿子，竟要把我卖了吃肉。肉是柴了点儿，可这分量够一大家子吃好几顿。一口价，换不换？老大，娘求你了，不要把娘换给这些人吃肉。娘能干活，还能伺候你们，我还能挖野菜给吃啊！娘，你都这岁数，活着也是拖累，让我们饱餐一顿，还有力气逃荒啊！赵青山，你个畜生！老娘荒年宁可自己饿肚子，也没缺了你们一家3口的吃食。到头来，你居然这样对我！我是畜生，我畜生！你那二儿子孝顺，当初还不是被你逼着去修坝，摔断腿，活活疼死。你有今天，怪你自己。大哥，你不能卖娘！你个丧门星，带着个小四四平来作乱！陆清川都死了，你还管这老东西干什么？可他毕竟是咱们的娘呀！我娘，小满，早知今日，娘不该处处偏疼你大哥一家，害了你和老二，是娘对不住你们了。现在后悔晚了，老东西你早该死了！赵青山，你会遭报应的，老娘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我不是死了吗？难道这里是阎王殿？你们这些后生是不是穷得没裤子穿？大白天的不害臊！要命！要命！一大把年纪了，差点晚节不保。都来瞧，都来看，方便面、自热火锅跳楼甩卖了！方便面、自热火锅跳楼甩卖啦！茭白、韭黄，这大冬天的哪来的韭黄？还有这红柿子，这可是宫里贵人都吃不上反季菜啊！阎王殿的人都吃这么好啊？这大娘怎么穿得跟逃荒一样？不是在拍短剧吧？没看见摄影机啊？大娘，您这怎么还摔伤了呢？给，回去记得把药吃了，不然伤口会感染的。要是老二受伤的时候能有这种药就好了。这是大娘，这是人民广场附近啊，您这是迷路了吧？手机号多少？我帮您联系一下家人。鸡，我没鸡啊，只有一些野菜。夫人，我能用野菜换点吃的吗？我还没见过这种品相的野菜，我全要了。大娘，你随便拿。随便拿？这逃荒都没人吃的野菜，竟然能换这么多东西，我不是做梦吧？哎呀！这不是1年前我那被洪水冲垮的屋子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这手镯这么神奇，居然还能储物，看来刚刚不是做梦，老天有眼，让我又重新回到了1年前。这一世有了这个宝贝，老娘要好好收拾老大这一家子白眼狼。老不死的，上山采几个破蘑菇也能摔晕过去。要不是县衙给老二拨下来的那笔抚恤银还在你手里攥着，我早把你扔出去喂野狗了。该不会死了吧？老大媳妇儿，你找什么呢？
哎呦娘，你可算醒了！家里快断粮了，你把钱拿出来，我去买些粮回来。要银子？行啊，你过来。娘，我给你。你敢打我？在家横行霸道，作威作福，打你都是便宜你。我现在就写休书，让你滚回娘家，好好让街坊四邻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。休书说老大那个畜生呢？青山他病着身子在房里养着呢。病？我看是装的吧。你们俩串通一气，就为了骗走老二的抚恤金，故意装病。这老太婆怎么会知道？不可能啊！老娘今天非砍死老大那个畜生不可！不对，娘，青山真有病啊！耀祖，放眼整个赵家，你阿奶最偏心你爹我，咱们的小日子比二叔家的强多了。幸亏你二叔摔成重伤，爹才有钱给你买鸡腿，放心吃。今天我这个当娘的就好好疼疼你，别跑！娘，你是不是饿糊涂了？我是你最疼爱的大儿子青山啊，不是老二。好啊，我跟你拼了！老二不忍心你受苦，顶替了你去当副役，这才从大坝上掉下来，摔断了腿。倒好，装病骗钱，真是生出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！老娘，叔可是你逼老二去的，他伤得这么重，早晚都是个死。你要是把我打急了，以后可没人给你养老。闭嘴！我说的是实话，老二本来就要死了。畜生！可她毕竟是咱们的娘呀，这一时可不能让老儿媳妇再出事了。快，小满，咱们走！当家的，又打死人了！二哥、二嫂，你们醒醒！老二。阿奶，求您救救阿爹和阿娘吧！没有银子请郎中，就把小满卖了，换银子给爹娘治病。二哥二嫂弄成这样，都是你害的。他们就小满一个孩子，你别想把他卖了，把银子拿去给大哥挥霍。清河，我是来救青川和婉娘的。你别过来，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都是我以前太糊涂，好好的一家人，竟被我逼到这般境地。清河，这是娘全部的积蓄，快去请郎中过来。你真愿意给二哥治病？愣着干什么？再晚一点，你二哥二嫂就危险了。幸好来得及时，否则再晚一点，这两口子就有大麻烦了。男子只是外伤过重，好好调理便能痊愈。女子动了胎气，好在胎相还算稳固。好了，多谢张郎中。对了，那个异世界的小姑娘不是还给了我一盒药吗？那药说不定对老二有帮助，我得让老二吃下去。我这是……青川，你醒了！太好了，这药果然是个好东西。幸好这一世一切还来得及。对了，我得去把从人民广场带回来的粮食拿回来，给他们补补身子。消失了！原来是这样。原来藏在这儿。娘早就把家里所有能吃的东西全都给你们了，这就只剩最后一点野菜。二哥二嫂身子虚成那样，全指望这点东西补一补，你们不能抢。小贱蹄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竟敢拦我！大嫂，就算你对清河再不满，怎么能打人呢？没事吧？我呸！我和你嫂子教训小的，有你什么事儿？病秧子一个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明天。什么声音？
难道是赵青山那个畜生又来找麻烦了？瞧见没？那个老太婆把我打成这样，我没问你们要银子医治就不错了，这点吃的算什么？滚开！没事吧？不用你管。你又想打我？娘，你可是娘最疼爱的大儿子，娘怎么舍得打你呢？老大是长子，家里顶梁柱，这光景有什么吃食，自然要先紧着他们一家，谁都不能跟他抢。饿坏了吧？这些野菜啊，你都拿回去，一根都别剩。算你们识相，昨天的事儿我就不计较了。走。我就知道，你平时偏心大哥也就算了，那些野菜可是我们7天的口粮啊，你都给他们了，是要饿死我们才甘心吗？还以为娘变了，原来还是这么偏心老大一家。没关系，清河，你二哥我结实着呢，等明儿个我就上山转转，打点野味回来，给娘和你们都开开荤。是啊，清河，别生气了，你二哥和我没关系的。二哥二嫂，你们不要被他骗了，这些年家里最重的活都是二哥在扛，他分明就是怕二哥倒下了，往后没人给他使唤。不是的，是好人，是阿奶让郎中治好了爹娘。小满乖，晚上阿奶给你炖肉吃。灾荒年哪来的肉，就知道骗人。这是鸡蛋、红糖，还有肉。有了这些野菜，够咱家吃3天了。放开吃，吃完了我再去找他们要。爷，娘，快去阿奶家吃肉。啥？我看你是饿傻了，所有粮食都被我抢过来了，那老东西饿的都要去啃树皮了，哪来的肉？我亲眼看见的，阿奶买了好多鸡蛋，还有好几只鸡。什么？好香啊！你们闻见没？好像是鸡汤的味儿。行啊，这老东西，拿这几口烂野菜敷衍我，背地里却躲着吃肉。好，找他算账去。娘，我还是去叫大哥吧，一家人哪有吃独食的道理？上次小满不过是从糖罐里偷偷舔了几口糖渣就挨了抚摸，娘今天是怎么了？给我坐下！这个家谁说了算？果然，这群老实的孩子，好声好气不如发顿脾气管用。把碗端起来。鸡蛋是这个味道呀，好甜，好香。我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以后啊，咱家日子会好起来的。娘，你也吃。哎，肉，果然有肉！我这鼻子真是比狗还灵。大哥，你来的正好，娘正要叫我去喊你。不用喊了，我这不是闻着味儿就来了吗？我就知道，娘心里还是最心疼我和耀祖，知道炖这么香的鸡汤给我补身子。果然，娘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干什么都想着大哥。吃啊！娘，你怎么又打我？吃了这异世界的粮食，力气竟然变大了不少。眼下老二尚没好全，晚娘有身子，清河还是个姑娘家，这个家正好缺2个苦力。打你，娘这是疼你呀。疼？我媳妇儿也是，2口子凑一对，除了吃喝拉撒睡，正经本事一点也没有。现在有娘在，还能给你们兜。万一那天娘2眼一闭走了，就你们这德行，不得活活饿死？娘，儿子没想到您这么为我操心。所以啊，青山，你现在更要少吃点油腻，多干活，把筋骨活动开，身体才能结实。儿啊，你能体会娘这片苦心吗？你没什么本事，
身体再不好，以后怎么活得下去啊？是啊，大哥，娘这么为你着想，以后家里的活就全交给你了，我们都不跟你抢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！好，儿子这就去干活，绝不辜负你。你也别闲着了，你男人都知道上进了，你还做得去？把灶房里的锅碗都刷了，院子扫扫。娘，我还没吃一口呢，干活要紧，饿一顿饿不坏，快去！再看晚上也没有你的饭。还有你耀祖，年纪也不小了，别光知道张着嘴等位。看见墙边那个竹筐没有？去，到后山捡一筐干柴火回来，捡不满中午也别想上桌。这还是娘吗？还有1年的时间，洪灾就要来，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想个法子囤银囤粮。有了！乡亲们，静一静，听我说，有个发财的好门路。桂花婶子，什么事儿啊？从今天起，大家有空都去山上田边采菌子、挖野菜，我按价收。榛蘑20文1斤，鸡从菌30文1斤，野荠菜8文1斤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啥？20文1斤榛蘑？那些玩意儿咱们这儿满山都是，喂猪都嫌柴，谁会花大价钱收这个？我宋桂花说话算话，明天一早把采来的东西送到我家院，当场过秤，当场结现钱。要说别人我不信，桂花婶子我信。我今儿个从镇上回来，亲眼看见婶子篮子里不光有红糖鸡蛋大棒骨，还提着好几斤鸡肉嘞。婶子肯定是找着靠谱的门路了。是啊，桂花婶子这是要带着我们全村人发财啊！真是好人啊，真是好人啊！上一世一场洪灾，眼看着这些朝夕相处的乡里乡亲食人骨喝人血，可他们原本都是好人呐。这一世，我宋桂花要带着全村的乡亲囤银囤粮，躲过洪灾，过上人人都艳羡的好日子。信我的，明天东西送到我家院子，现过现结，绝无拖欠。慢点，慢点，劈了整整1天柴，累死我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什么时候吃过这种苦头？按说，你娘是不是中邪了？怎么对咱们突然这么刻薄了？我听说我娘今天可是干了大买卖，她鼓动全村老小上山摘蘑菇、挖野菜，说是明天要弄到镇上去卖大钱。什么？有这种好事，她不叫咱们，宁可便宜外人，是不是疯了？从前天开始，娘就有点不太一样了，偏帮外人就算了，还偏心老二那个废物。青山，今年的劳役你不是推给赵青传了吗？是啊，敢和我们作对，我要让他有去无回。敢和我们作对，我要让他有去无回。娘，去镇上路远，您一个人推着这么重一车货，要不还是让我跟您去吧，我这腿慢慢走，不碍事。是啊，娘，让青川去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一个人别逞能，让二哥跟着去搭把手也行。二弟伤还没好全呢，他去了不是添乱吗？还是我去，我力气大，保证把货卖得妥妥的。不用，我一个人能行。老东西，防我跟防贼似的，肯定有鬼。青山，这老不死的肯定藏着赚钱的大秘密，咱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婉娘，这不是岳母留给你的嫁妆吗？你平时都舍不得动。娘一个人为这个家奔波操劳，想方设法赚钱。我想着抓紧时间绣些帕子鞋面，也许也能换几个钱。都怪我，成了这副样子，也不会让你和小满跟着吃这样的苦。不怪你，你也是为这个家才这样的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你先好好养伤。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跟哪个镇上的大掌柜搭上了线，等老子摸清了门路，这生意就是我的了。别说话了，跟紧点，别让他发现了。什么东西？不见了！那老东西和车呢？咋
那说没就没了。是啊，怎么凭空消失了？这里头一定有玄机，说不定就是那老不死的赚大钱的关键。咱们继续留意着，一定要搞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。每次都能顺利过来，这木桌真是咱们全家的救星啊！得赶紧找个摊位把山货摆出来。大娘，可算又见到你了，你这山货可太地道了。上次买回去炖鸡汤，鲜得我家孩子连喝了2大碗。我也是，这野韭菜包饺子比城里买的青菜香多了，纯天然的就是不一样。大娘，你这菌子和野菜都怎么卖？还是上次那样，你们看着给就好，都是自家山上采的，不值钱。大娘，你这话就客气了，现在城里就稀罕你这原城的山货，花钱都难买。对了，大娘，你家是哪儿的呀？我家在很远的乡下，那边还是灾荒年月，大家连口饱饭都吃不上。我也是偶然间来到这儿，才知道还有这样的地方。大娘，你说笑了吧？现在可是新中国，人人都能吃饱穿暖，再也没有饥荒战乱了。是啊，大娘，现在咱们国家可好了，种地有补贴，生病能看病，不管老人小孩都能安安稳稳过日子。要是咱们村里的人，要是青川、婉娘他们，也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就好。大娘，我是旁边惠民超市的老板，我刚才看你的山货很受欢迎，品质也特别好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老板，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。是这样，我想高价收购你所有的山货，不管是野菜、菌子还是你说的野山鸡，只要你能带来，我都要，价格肯定比你在这儿摆摊卖的高，你看怎么样？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哎，好，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青川、婉娘还有乡亲们就都能过好日子了。老板，我那边条件苦，没有你们这儿的钱，我能不能用山货换你超市里的米面粮油、红糖鸡蛋这些东西？我需要很多，不光我自己要，还要给村里的乡亲们带。只要你愿意换，以后我所有的山货都给你。这有什么不行的？山货换物资，咱们互利共赢。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老板。妈呀，这大妈挺懂潮流啊，穿的这古装也太有味道了。可不是嘛，这款式看着还挺别致，这才像正常人干活会穿着的嘛。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网红款像样多了。宋大姐，别瞧愣了，咱们先去后院清点山货，想要啥物资，回头慢慢挑。哎，好，老板，麻烦你了。妈呀，这大妈挺懂潮流啊，穿的这古装也太有味道了。可不是嘛，这款式看着还挺别致，这才像正常人干活会穿着的嘛。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网红款像样多了。宋大姐，别瞧愣了。咱们先去后院清点山货，想要啥物资，回头慢慢挑。哎，好，老板，麻烦你了。大姐，我看你经常来换东西，山货品质也好，以后说不定还要常合作。不如这样，你给我个手机号码，以后我这边缺货了，或者你那边有山货要换了，咱们直接电话联系。手机，老板，不好意思，我是山里来的，不知道什么是手机。原来是这样，大姐你看。这手机啊是咱们常用的通讯工具，只要拨个号码就能和对方说话，联系起来特别方便。而且啊，以后咱们可以直接用手机支付。原来是这样，大姐你看，这手机啊是咱们常用的通讯工具，只要拨个号码。咱就买个最便宜的2手手机，够用就行。麻烦拿一款最便宜的2手手机，能打电话就行，我这位大姐用。这款就很合适，价格便宜，操作也简单。老年人也能快速学会。大姐，你看看这款怎么样？就这款吧，多少钱？大姐，咱们是长期合作伙伴，这点钱就让我来出吧。哎，这……大姐，你看，这个是开机键，长按这个键，手机就能打开。这个是屏幕，点一下这里就能解锁。这上面的数字就是电话号码，这个就是我的电话号码，以后你想联系我，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就好。哎，好，谢谢老板。等我回去以后，一定要好好研究这个神奇的玩意儿。大娘，这些都是按咱们约定的比例换的，足够你和乡亲们吃一阵子了。下次你带来山货，咱们再接着换。太谢谢你了，老板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不客气，下次见。有了这些宝贝，就再也不用怕明年的饥荒了。这一世，我定要好好补偿青川他们，让全村人都能吃饱穿暖，过上好日子。
小满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烧火？阿奶，我自己会烧，爹还在喝药，娘身子弱，清河姑姑在照顾他们。都是我上一世糊涂，亏待了青川他们，连小满这么小的孩子都要跟着受苦受累，而赵耀祖那个孽障却只会享福作恶。好孩子，辛苦你了，这肉你先拿着，待会儿阿奶给你做肉吃，好不好？我不吃，给爹娘吃吧，他们要补身子。傻孩子，还有很多呢，你先拿着。桂花婶子又敲锣召集我们，是不是又有发财的好门路啊？是啊是啊，上次你说收野菜菌子，我一天就赚了几十文，这次又有啥好事儿？乡亲们，静一静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往后除了山上的菌子野菜我高价收之外，野味我也收。啥？收野味儿？桂花婶子，你说的是野兔子、野山鸡那些东西吗？就是这些野味，只要是山上的正经野味，新鲜的，我都收，而且能给你们兑换精米、精面、豆油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我今天就上山，肯定能打到野兔子。我也去，我家里有猎弓，明天一早就上山，多打几只野山鸡。是啊是啊，山上的野味多的是，以前只能自己吃，现在能换这么多好东西，真是太好了。大家放心，我宋桂花说话算话，只要你们能带来新鲜的野味，我当场过秤，当场换物资，绝不拖欠。青山，他回来了，咱们赶紧回去，别被他发现了。好啊，这两个混账东西敢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！你们两个不去干活，在这儿闲着干什么？娘，我都快累死了。从前您从来都不让我干这些粗活累活的，说我是家里的大儿子，金贵的很，不能受委屈。劈柴、扫地这些活向来都是青川和清河的，您怎么如今总使唤我呀？是啊，娘，青山身子本就不好，从小就没干过这些粗活，哪经得起这般折腾啊？万一累坏了身子可怎么办？以后家里还得靠他呢。娘向来偏袒大哥，每次都是只要他说些好话，就能把娘哄得团团转。娘，我让你们两个干活，你们耳朵是聋了吗？娘，再给我逼逼一句，小心我扇你！啊！你劈柴！还有你扫地！这还是娘吗？这还是娘吗？哎呦，我的胸口好疼啊！青山，你怎么了？青山，我的胸口好痛，不行了，我实在劈不动了。娘，我早就劝过你，别让青山干这些粗活，他身子本来就不好，哪经起这般折腾啊？这下好了，怕是把身子累垮了。累垮了？娘，要不您赶紧拿些钱出来，让我带青山去镇上抓点药，再买些补身子。娘，你干什么打我？喊得挺中气十足啊，这不是没事儿吗？依我看，这哪是累着了，分明是你身子土太久没活动，得好好锻炼锻炼。娘，我警告你，别再在这里装模作样，赶紧给我继续劈柴。非逼着自己的儿子干活，我就没见过这么没良心的娘亲，早晚遭报应。砍完柴火了是吧？那去村口的水井挑水吧，院里的水缸没水了。娘，我才干完活，你怎么还让我去挑水啊？我不去，要去你让二弟或者清河去。让你去你就去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
从前都是青川和清河挑水，从今往后，家里的水就由你负责挑。赵青山，你看看你挑的水，半桶都不到，还洒了一路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是不把水缸挑满，就别想吃饭。娘，你明知道我身子不好，干嘛非要这样逼着我砍柴挑水？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娘？而且你现在明明能弄到钱，天天收乡亲们的山货赚不少吧，还缺我这点力气活？就是啊，娘，你最近天天收山货，肯定是找着生钱的好法子了。家里日子都好过了，还让青山遭这份罪干啥？不如把这赚钱的路子告诉我们，不比干这些粗活强。对，你把生钱的法子告诉我，往后家里的活我也包了。要是不告诉我们，你就算打死我，我也不干了。要是不告诉我们，你就算打死我，我也不干了。我这可是为了你好，你不是整天说自己身子不好，经不起半点折腾吗？我是好心让你锻炼锻炼筋骨，把你的病根彻底去了。而且哪有什么生钱的路子，不过是帮镇上的商客再收山货，赚点微薄的跑腿钱，够给青川抓药就不错了。哪有什么好法子？我不信，要是就这点小钱，你哪来的红糖鸡蛋给老二补身子？你就是偏心老二，知道我身体不好，故意刁难我。既然你一口咬定自己有病，还非要揪着什么赚钱路子不放，那我这就请镇上的给你好好把把脉，看看你究竟是什么病，也好让大家评评理，我到底是不是苛待你。要是郎中来了，那我没得病的事就会穿帮了。不用了，娘，我这病郎中看不好，就不用麻烦了。是啊，娘，青山说的对，他这病是老毛病了，郎中也治不好。当然不行，免得让村里人以为我宋桂花偏心老二，苛待你这个大儿子。清河，你现在去镇上请郎中。是。哎，娘，真的不用请郎中，你快让清河回来吧。别急呀，等郎中来了，一切就都清楚了。都怪你，让你别装了，你偏不听。现在好了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娘，郎中我请来了。这赵家是怎么了？听说宋大娘要请郎中给他大儿子赵青山看病。赵青山说他身子不好，不能干活。宋大娘让他劈柴挑水，他就说宋大娘刁难他。这不，宋大娘就请郎中过来，给他好好看。我看赵青山平时也不像有病的样子，整天游手好闲，好吃懒做，说不定他那病都是装出来的。郎中，您快给我这大儿子瞧瞧，看看他得了什么大病。把手给我，我给你把把脉。不用了，王郎中，我现在身子不舒服，趴脉不准，等我好点了再看吧。那正好了。就是因为身子不舒服，才要郎中给你治病。不是我这病很奇怪，郎中也不一定看得好，就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休息休息就好了。给你看也得看，不看也得看。这位小哥脉象平稳，面色红润，不像是有病的样子。我就说吧，赵青山根本就没病，全都是装出来的。得亏把郎中请过来了，不然我们还真被他骗了，真以为宋大娘苛待大儿子呢。年纪轻轻的，不务正业，整天想着偷懒耍滑，真是丢尽了赵家的脸面。多谢郎中今天跑一趟，日后我一定会好好管教那个混账，绝不会再由着他胡作非为。娘以前事偏袒大哥，家里的重活累活从来都不让大哥干，不管大哥做错了什么都不会怪他。可现在，清河，娘知道从前委屈你和你二哥了，娘以后不会再这样了，你也不用事事都迁就你大哥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娘。县衙差役在此，速速开门。两位大人，不知你们今日登门有何贵干？大人，服劳役的是我二弟赵青川，他就在屋内，我这就让他出来跟你们走。县里正催着修大坝，今日我们前来就是来要人的。总算来了。总算来了。可是我二哥他身上还有伤，他根本没法干活，而且修大坝本来就该是大哥去干的。我们可不管这些，
反正赵家必须出一个人上宫。赵青川人呢？娘，咱们要不让大哥去吧，好吗？你胡说什么呢你？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差役大人，这活我可干不了，去了也是拖大家后腿，还是我二弟去吧。他之前就被征召去修过大坝，熟门熟路的，比我合适多了。是啊，差役大人，青山他从小就没干过重活，身子骨弱，去了也是白去。身子骨弱，可方才郎中说他身子好得很啊。大人，青川之前因为修大坝受伤了，现在连抬手都费劲儿，更不用说扛石头了。还是让我大儿子赵青山去吧。凭什么让我们家青山去？受伤是他自己不小心，跟我没有什么遭罪吧？我不同意。就是，反正我不去修大坝，谁爱去谁去。吵什么吵？都给我闭嘴！县衙的命令，岂容你们在这里推三阻四？我限你们赵家半个时辰内做出决定，要么立刻出人跟我们去修大坝，要么就按抗命处置，把你们全家一并抓去县衙问罪。什么？半个时辰后？半个时辰够用了。上一世青川就是这时候被拉去修坝，再没回来。清河，别怕，娘有办法。上一世欠青川的，这一世清河，别怕，娘有办法。上一世欠青川的，这一世什么？半个时辰？妈，奶奶，这两个没有良心的混账！我上一世真是瞎了眼，居然对他们这么好。娘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娘，让我去吧。青川，你伤还没好，怎么出来了？两位大人，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些许皮肉伤，我这就收拾东西，跟你们回去上宫。既然如此，那明日一早卯时3刻随队出发。大人放心，我记下了。太好了，想不到这个废物竟然这么蠢，这种脏活重活都上赶着去做。不过也好，修大坝的事儿有人顶替了。青川啊，你真是太懂事了。你放心去吧，家里的活我和你大嫂都包了，一定会照顾好娘和清河的。是啊，青川，你就放心去吧，家里有我们呢。青川、清河，你们都回房歇着，好好养精神。明日青川还要动身。是。什么东西，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。青山，那赵青川就是个傻子，自己主动跳火坑。你看他那身子骨本来就没好全，天天扛石头挖泥土，那重活连壮汉都扛不住。依我看，他早晚得累倒在工地上，说不定直接就死在外面。死在外面才好，最好是死得远远的，别回来碍我们的眼。他就是个丧门星，要是他死了，往后娘就只能靠我一个人，家里的田地房子还有所有的家产就全都是我们的了。幸亏我们刚才反应及时，不然去送死的就是我们了。等赵青川死了，我们就好好哄着送桂花那个老太婆，把她哄开心了，她手里的那些钱还不都是我们的？是啊，到那时咱们天天吃香喝辣，逍遥快活一辈子。逍遥快活一辈子。余快，这么晚了，青蝉和婉娘怎么还没睡？忍着点儿。青川，修大坝的活那么危险，
你这伤根本没好利索，万一有个3长2短，我和小满还有肚子里的孩子可怎么活啊？婉娘，别哭，只是一点皮外伤，我扛养就过去了。其实我也舍不得你和孩子，可要是我不去，全家都要被抓去县衙问罪，我不能连累大家。放心吧，等大坝一修好，我就立马回来。嘘，别让娘听见了。娘这阵子为了家里的事操碎了心，要是让你听见你哭，知道我伤得这么重，她肯定又要气坏了。青川这个傻子，明明自己才是最苦最累的那个，却总是想着别人。当初说好了让青川去顶这个活，若是没个好由头，差役是不会同意换人的。我得想个法子。大人，你们可来了，进来喝杯茶吧。对了，时辰不早了，赶紧叫赵青川出来，我们即刻出发。好嘞，大人，我这就去叫青川。青川，快出来吧，差役大人已经到了，该出发去修大坝了。爹，我不要你走，我不要你去修大坝，你留下来好不好？小满乖，不哭，等大坝修好了，爹就立马回来。小满在家要好好听话，知道吗？青川，你到了宫体上，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会在家好好照顾娘和小满，还有肚子里的平平安安的回来。二哥，你到了宫体上，可千万不能硬扛，实在撑不住就找机会歇一歇。我们都在家等你回来。婉娘、清河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。家里就拜托你们了。时辰不早了，既然准备好了，那就走吧。大人，今天该去修大坝的人不是赵青川。大人，今天该去修大坝的人不是赵青川。大娘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份文书是官府亲自下发的凭证，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，咱们赵家的修坝任务是分配给家中长子赵青山的，与二儿子赵青川毫无关系。大人，您请看，文书上还有官府的印章，可不是我老婆子胡言乱语。确实如此。青山，怎么办？文书真的这样写了？青山啊，娘也知道修大坝的活又苦又重，还那么危险，娘也舍不得你去遭那份罪。可这是官府定下来的规矩。这个老死的，他是故意的，故意让我替赵青川那个废物去修大坝，怎么办？我可不想去送死啊！劳烦各位乡亲把赵青山一起抬走吧，可千万别耽误了官府的工期，误了大事，咱们可都担待不起。千万别耽误了官府的工期，误了大事，咱们可都担待不起。大人，放下我男人，他身子弱，干不了修大坝的重活，求你们行行好，放了他吧。这是官府的命令，你想违抗吗？青山，你故意害他，我跟你拼了！赵青山平日里装病偷懒，好吃懒做，如今也该为这个家出份力，好好尝尝干活的滋味。我不活了！宋桂花，你心太狠了，你逼死亲儿子，早晚遭报应。大嫂，你别在这撒泼，这本来就是大哥该做的活，是他自己装病推脱，能怪谁？天理不公啊！亲娘害亲儿子！宋桂花，你今日要是不拦住他们，我就去县衙告你，告你苛待长子，操贱人命！尽管去告，官府的文书在此，撒泼耍赖，颠倒黑白，真当没人能治得了你？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终于把这个没良心的混账料理了，接下来
我就可以专心兑换物资，带大家度过灾荒年了。终于把这个没良心的混账料理了，接下来我就可以专心兑换物资，带大家度过灾荒年了。了，爹爹不用去修大坝了。娘，多亏了你。娘，辛苦您了。只是这样一来，大嫂怕是记恨上咱们了，日后怕是要多生事端。二嫂，你别担心，这本就不是咱们的错。修大坝的活本就是大哥的，是他自己装病规矩来。就算他们在外头乱说，乡亲们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谁对谁错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况且大哥大嫂这性子，你越是退让，他们越是得寸进尺。今日娘这帮做，本就是该的。清河说的对，这本就是他们该受的，他们就是喂不饱的吸血鬼。上一世，我就是被这一家人的贪婪和冷漠活活饿死在破庙里，青川也因替他扶摇玉落的残疾。婉娘，你更是被雕氏耽误医治没了孩子，小满也跟着受了一辈子的苦。这个事，我绝不会再纵容他们半分，绝不会再让你们受半点委屈。好了，别想这些糟心事了。外头风大，青川你的伤还没好，婉娘你又怀着身子，都进屋歇着去。清鹤你去灶房炖肉，让大家好好吃一顿，补补身子。放下我男人！我身子若干不了修大坝的重活，求你们行行好，放了他吧！这是官府的命令，你想违抗吗？你故意害他，我跟你拼了！这是官府分派的差事，容不得任何人耍赖。赵青山平日里装病偷懒，好吃懒做，如今也该为这个家出份力，好好尝尝干活的滋味。宋桂花，你太狠了！你逼死亲儿子，早晚遭报应！大嫂，你别在这撒泼，这本来就是大哥该做的活，是他自己装病推脱，能怪谁？你不公啊！亲娘害亲儿子！宋桂花，你要是不来这么，我就去县衙告诫，告你隔代长子草菅人命！尽管去告，官府的文书在此，撒泼耍赖、颠倒黑白，真当没人能治得了你？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终于把这个没良心的混账料理了，接下来我就可以专心兑换物资，带大家度过灾荒年了。宋大姐，可算等到你了，我这几天还一直在盼着你呢。老板，我这次带了不少山货，都是新鲜的，想着问问你收不收得了那么多？当然收得了，你上次带来的山货品质太好了，我全都供给了附近的连锁饭店，食客们反馈特别好，都说吃着香。饭店那边已经跟我预定了，愿意高价长期收购你的山货。太好了，老板，这次的野味儿，我想一半抵钱，一半兑换成米面粮油、盐巴，还有一些常用的药品，你看行不行？我家里人多，这些物资用的是……没问题，宋大姐，咱们都是老合作了，你怎么方便怎么来，我这就让人去给你清点山货，算钱，再给你准备好东西，保证都是最好的、最足量的。来人！多谢老板，以后有山货，我还来找你。客气了，宋大姐，咱们互利共赢，我还盼着你多来呢。你放心，只要山货品质好，我这里永远收，价钱也绝对公道。有了这个世界的钱，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。我先在这里集市逛逛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用得上的东西。我先在这里集市逛逛，
看看有没有什么能用得上的东西。大姐，你们排这么长的队是买什么啊？这家糕点铺的东西这么好吃吗？你是外地来的吧？这家糕点铺卖的是当下最流行的肉松小贝，味道特别好，每天都这么多人排队，来晚了还买不到呢。你也赶紧排上吧。肉松小贝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吃的糕点，大人小孩都爱吃，你买几份尝尝就知道了，保证你吃了还想吃。这个步骤也不是很复杂嘛。要是我也能学会这门手艺，回到镇上开一家这样的店，便能多一条稳定的收入来源。赵青川，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！你倒是舒坦，在家养伤享清福，我却在工地上吃尽了苦头。要不是我媳妇儿连夜跑回娘家，求着我爹娘拿出一辈子的积蓄去工地上打点工头，花钱找了个苦力替我上工，我早就累死在大坝上了。大哥大嫂，青川他伤得很重，经不起折腾。就是，小贱死鱼，还敢管老娘的闲事，我看你是不养了！再敢多嘴一句，我撕了你的嘴！小贱死鱼，还敢管老娘的闲事，我看你是不养了！再敢多嘴一句，我撕了你的嘴！伯母，别欺负爹爹，也别欺负姑姑。我们青山在工地上遭了多少罪，受了多少委屈，你知道吗？那些积蓄可是我爹娘养老的钱，你必须给我们还回来！大哥，修大坝本就是你该去的活计，是你自己装病推脱。我替你去上工，落下一身伤，你不仅不感激，反而倒打一耙。大哥大嫂，我们真的没有钱。青川的伤还需要药材调理，我肚子里还有孩子，家里的开销本就紧张，实在拿不出钱来给你们。没钱？我才不信！宋桂花那个老太婆最近天天收购山货，肯定赚了不少钱。她偏心你，那些钱肯定都给你了。你要是不拿出来，今天我就不走了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娘收购山货的钱都是用来给二哥治病和兑换粮食的，哪里有多余的钱？你们自己好吃懒做，花了自己岳家的钱，凭什么让二哥来还？小贱蹄子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啊！我看你是跟着宋桂花和赵青川学坏了，也敢跟我顶嘴！大嫂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清河是无辜的，你别为难他。过分？我看你才过分！我花了这么多钱替你受罪，你还敢顶嘴？今天这钱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大伯母，别欺负爹爹，别欺负姑姑，我害怕。大哥大嫂，求你们手下留情。等青川伤好了，我们再想办法给你们凑，好不好？等他伤好，猴年马月去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把钱拿出来，不然我就搜遍你们这个破屋子，我就不信找不到钱。给我住手！等他伤好，猴年马月去了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必须把钱拿出来，不然我就搜遍你们这个破屋子，我就不信找不到钱。给我住手！娘，你凭什么推我？我可是您的亲大儿子！你还有脸说？我以为你们夫妻俩早就死在外面了，没想到一回来，不去反省自己，反倒对着你弟弟动手，你们安的什么心？宋桂花，少在这装糊涂！青山去修坝，苦熬了这么久，差点就没了命。要不是我娘家凑钱，托人把他从工地上赎出来，他早就死在那儿了。就是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我修坝受苦受累，我媳妇娘家花了一大笔钱才把我赎出来，这笔赎金就得你们和赵青山赔。赔什么赔？我们没钱。我和赵川同样都是你儿子，你凭什么这么偏心那个废物？我偏心青川，赵青山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，这些年我是不是把最好的都留给你？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可你呢？都是我平日里太纵容你，才让你敢这么欺负你弟弟。我
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长幼有序。娘，那钱本来就该是我的，你再打我，我就和你拼了！你老不死的，你给我闭嘴！都是你这个毒妇，平日里挑拨离间，叫嚣青山作恶。娘，您竟然为了这个废物打我，还打我媳妇儿！既然您这么偏袒他，那这个家我也不待了，咱们分家。分就分。娘，您竟然为了这个废物打我，还打我媳妇儿！既然您这么偏袒他，那这个家我也不待了，咱们分家。分就分。既然你执意要分家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从今往后，你赵青山跟我宋桂花，跟赵青川一家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娘，大哥，你们别冲动啊，分家可不是小事，哪能说分就分？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有话好好说。清河说的对，大哥，你也别任性，有话咱们慢慢说。现在知道劝和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我告诉你们，青山可是咱们赵家的老大，长兄如父，本来就该他说了算。就是，要是真的分了家，往后啊，我可就不再给你养老送终的，到时候看你靠谁去。养老送终，就凭你们两个没良心的东西！我告诉你，你们不上赶着找事儿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娘，您别这么说，大哥哥大姐的意思咱们好好商量，别真的分家。娘也就嘴硬这么一说，怎么可能舍得和我分家？哼，想让我不分家也可以，不过我有2个条件，只要答应我，我就打消分家的念头。第一，在这儿等刚才打了我，说来听听。第二，把你赚钱的渠道交出来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最近手里有钱，还能换来米面粮油。可你要是不答应，那咱们就彻底分家。赵青山，你想屁吃呢？今天这家分定了，谁要是敢反悔，谁就是狗。清河，赶紧叫村长来，让他来做见证。今天咱们就把分家的事儿彻底说清楚，免得日后再被这2个没良心的东西纠缠。青山，你看这老太婆装的还挺像回事儿，我看她就是装的，想吓吓我们。我也觉得，她就是舍不得我这个大儿子，舍不得家里的家产，故意说这种狠话逼我们让步。等会儿村长来了，他肯定就软下来了。就是，等会儿咱们再硬气，逼着他给咱们道歉，咱们就闹得全村人都知道，让他颜面扫地。分了家也好，能踏踏实实过日子。桂花妹子，青山清河说你们要分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分了家也好，能踏踏实实过日子。桂花妹子，青山清河说你们要分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桂花妹子，青山清河说你们要分家。村长，您可来了，您快评评理！我娘她偏心赵青川这个废物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和我媳妇儿，还非要跟我分家。演戏谁不会？桂花婶子真动手打老大2口子了，这不像她的性子啊！难道桂花婶子偏心是真的？各位乡亲，我和青山被娘打得好惨。村长，各位乡亲，你们都知道，赵青山是我大儿子。前些天官府征人筑堤坝，本是青山该去的活，他却装病推脱。可他们2个一回来，不关心青川，反倒盯着青川用命换来的工钱和赔偿金。村长，您别听他胡说，他是故意污蔑我们的。对，村长，他撒谎，我们没有装病骗钱，也没有欺负他们一家，是他冤枉我们。胡说八道！桂花婶子，快去负责装病骗钱，我给人去骗一下。好了，大家都安静一下。桂花妹子，这事儿说到底是青山夫妇做的不对。既然桂花妹子执意要分家，那就分吧。村长，我今天就在要的不只是分证，我还要跟赵青山彻底断绝母子关系，我们2家从此恩断义绝。我今天就在要的不只是分证，我还要跟赵青山彻底断绝母子关系，我们2家从此恩断义绝。他们甚至动手欺负青川，欺负婉娘、清河，还有我的孙女小满。我一把年纪还为老大一家洗衣做饭，当牛做马，结果还被他们威胁，说不给他们钱就不给我养老送终。我要是再不分家，就要被折磨死了。村长，您别听他胡说，他是故意污蔑我们的。对，村长，他撒谎，我们没有装病骗钱，也没有欺负他们一家，是他冤枉我们。胡说八道！桂花婶子怎么可能污蔑你们？这些年你好吃懒做，装病骗钱，全村人谁不知道？也就桂花婶子心软，一直纵容你。
就是，桂花婶子好心收购咱们的山货，帮咱们渡难关，是个心善的人，怎么可能不分青红皂白打你们？肯定是你们欺负青川一家。我看啊，桂花婶子要跟你分家，真是太对了。你这种没良心的白眼狼，根本不配做桂花婶子的儿子，不配做青川的大哥。好了，大家都安静一下。桂花妹子，这事儿说到底是青山夫妇做的不对。既然桂花妹子执意要分家，那就分吧。我今天就在这里做见证，把分家的事儿办得明明白白、公公正正，绝不让任何人吃亏。桂花妹子，我最后问你一次，这娘俩怎么这样？这跟找青山有关系？你确定要跟青山断绝母子关系，还要彻底分家？往后就算你反悔，也再无挽回的余地了。村长，我确定。今日有您和各位乡亲作证，我宋桂花说到做到，往后与赵青山再无母子情分，两家互不相干。桂花妹子也是没办法，换成谁被这样的儿子儿媳欺负，也得狠下心来。断了也好，省得以后再被这两口子纠缠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咱们现在就盘点赵家的房产、田地、家当物件。赵家现有3间土坯房、3亩薄田，还有一些桌椅、厨具之类的简单家当。桂花妹子也是没办法，换成谁被这样的儿子儿媳欺负，也得狠下心来。断了也好，省得以后再被这两口子纠缠。村长，您不能平分，是他宋桂花主动提出要跟青山断绝母子关系，又不是我们逼他的。既然是他先绝情，那分家的时候我们就得多分财产，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。就是这两父子关系，作孽。没错，家里这3间房，我们得要2间。他可真敢开口。5和1间偏房归我们，剩下的1间偏房随便给他们就行。还有田地，也得给我们多分1亩水田，不然我们不答应。娘，你不会舍不得这房子和地吧？其实这事儿也不是不能作罢，只要你每月给我们补贴，再把赚钱的法子交出来。没错，要是你不答应，我们就赖在这里不走，天天闹，让你们赵远分一家。别想啊！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，娘都要跟你断绝关系了，你们还想着占便宜？好啊，今日我就当着村长和各位乡亲的面说清楚，那些不值钱的东西，我全都不要。我就当着村长和各位乡亲的面说清楚，那些不值钱的东西，我全都不要。桂花婶子，你可千万别糊涂啊！怎么能把家产全都给他们呢？这也太吃亏了！怎么能都全都留给这2个没良心的东西？就算要断绝关系分家，你也得拿属于自己的那份，不然你带着青川一家和清河，你也往后日子怎么过？为自己想想啊！有什么好劝的？这可是他宋桂花自己说的，非要把所有家产都分给我，又不是我们逼他的。就是他自愿的。知道分到这么多家产，我早就主动断绝关系了。这下好了，3间房、3亩收田，还有家里的家当，再也不用辛苦干活，还能天天吃香的喝辣的，真是太好了。青山，太好了，咱们真的能分到所有家产，这老太婆真是太傻了。一堆破东西罢了，与其留着被这2口子纠缠，不如全都给他们，换个清静。等办完分家手续，我就带着青川他们去镇上宽敞的房子，凭着我从现代看到的糕点手艺，开一家小店，做点生意。往后的日子肯定比在这穷山沟里受气强100倍。我已经想清楚了，这些家产我1分都不要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想彻底跟他们划清界限，往后互不相干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就按你的意思来，房产和家当，咱们再分这3亩田地，按规矩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就按你的意思来，房产和家当，咱们再分这3亩田地，按规矩。桂花婶子，你可千万别犯傻啊！房子没了，咱们可以再砌，可是田地没了，就没了收成，没了吃的。你带着青川一家还有清河这几个人，可怎么生活呀？田地就是咱们乡下人的命根子，我把田地也全都给他们，往后你们一家可怎么糊口？就算你种野物野菜，也抵不住常年的吃喝。娘，您就听大家的话吧，留1亩田也好啊。不然咱们往后真的没吃的了。我不怕吃苦，可我怕您和2哥2嫂还有小满挨饿。娘，清河说的对，您不能把田地都给大哥，就算咱们要走，也要留1亩田，不然往后的日子太难了。多谢各位乡亲的关心，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我们好，
不过你们也知道，我最近一直在收乡亲们的野味、野菜，天天忙得脚不沾地，更别说下地干活。咱们就算要了这田地，也没人能种，身子也不能受累。你们还有空种？你给我闭嘴！你们瞎操什么心？这可是他宋桂花自己心甘情愿的，又不是我们逼他的。不，再说了，我们青山是老大，本来就该继承家里所有的东西，他能主动房产田地都交出来，是他识相，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。就是少管我们家的事儿。桂花妹子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确定要把所有房产田地，还有家里的家当，全都留给青山大嫂？这日后的事了，你再好好想想。与笔墨纸砚，青山等字据一立，这些就全都是咱们的。村长，字据记得补充一条，房子和田地可以都给赵青山，你要分家产，那就得按规矩来，市场价1分不能少。村长，字据记得补充一条，房子和田地可以都给赵青山，你要分家产，那就得按规矩来，市场价1分不能少。什么？还要给钱？宋桂花，你明明说过把所有东西都分给我们，怎么又要收钱？你说我是说东西可以全都给你们，但没说白给你们，按市场价付钱，已经是我仁至义尽了。这么多房产田地，价钱肯定不便宜。青山，咱们买吧。你想啊，有了这3间房，咱们就有住的地方。行，我们同意付钱，不过你得保证钱一付，这些房产田地就彻底归我们所有，往后你再也不能反悔，也不能再来纠缠我们。还有，咱们得说好，市场价多少，得让村长和各位乡亲作证，不能由你一个人说了算，免得你故意抬高价钱，坑我们的钱。娘，大哥大嫂那么自私，肯定不会心甘情愿拿出钱来，那岂不是放心？娘心里有数，你就相信娘一次，娘自有安排。钱他们必须给，而且1分都不能少。有村长和各位乡亲作证，他们就算想耍赖，也耍赖不成。好笑，赵青山标示，用不了多久水灾就会来临，到时候这山下的田地房屋都会被洪水淹没，变得一文不值，还想发财，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。好笑，赵青山标示，用不了多久水灾就会来临，到时候这山下的田地房屋都会被洪水淹没，变得一文不值，还想发财，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吧。村长，劳烦您拟定字据时，把所有约定都写清楚。第一，我宋桂花与赵家现有在段体3亩田地，全部归赵青山所有。第三，赵青山需一次性支付我房产田地的买断底，1分都不能用少。我寻信令要绝断前还交给养老宋交中，他和刁氏也绝不允许再纠缠我们一家，若有违背，任由各位乡亲处置。拿到地契房契，我就把田地租出去，每年收租。青山，太好，等字据签了钱付了，这些东西就彻底是咱们的。快点，免得那老太婆又耍什么花样。看这两口子得意的样子，真是看不惯。就是这好吃懒做的性子，就算拿到了房产田地，也未必能守得住。青山，钱都在这儿了，咱们这些年攒的，还有之前骗来的，全都在这儿，应该够付买断费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骗来的钱？这都是咱们辛辛苦苦攒下来的，骗来的。他刚才说骗来的。好你们两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偷偷攒了这么多余钱，平日里却装穷蹭吃蹭喝，坑我和青川的血汗钱。字据拟好了，若是没有异议，就可以签字按手印了。没有异议，不就是签字按手印吗？赶紧的，签完字我把钱给你，你把房契地契给我，咱们俩。等一下，宋桂花，咱们可是说好的，我一次性支付买断费，你把房契地契给我，咱们两清。你现在又想耍什么花样？宋桂花，咱们可是说好的，我一次性支付买断费，你把房契地契给我，咱们两清。你现在又想耍什么花样？就是钱我们都已经拿出来了，难不成你还想坐地起价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赵青山，既然我们今天要断绝母子关系，那有些账是不是该算清楚？这些年你一直吃我的、穿我的、用我的，从来没有交过1分钱家用，这些钱你是不是该先给我？我什么时候吃你的、用你的了？家里的东西本来就有我的一份，还有治病的钱，那是你自愿给我的，又不是我逼你的，凭什么让我还？那是你当娘的自愿给儿子花的钱，凭什么让我们还？自愿给你的。赵青山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当年你是不是故意谎称自己得了重病，骗我给你凑钱？村里的赤脚大夫还有各位乡亲都能作证，原来你根本就没病，那些钱全被你和刁氏偷偷藏起来了。我记得当年桂花婶子到处借钱，可这两口子却背地里挥霍，太没良心了。这笔钱他们必须还。就是
装病骗自己亲娘的钱，还耍无赖不还，这种人简直是猪狗不如。赵青山，你太不像话了！桂花妹子说的对，这笔旧账你必须平了，不然这字据就别想签。你要是再耍无赖，我们就把你赶出村子。好，我还还不行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回屋，把咱们压箱底的钱全都拿出来，把这笔旧账平了。那可是咱们压箱底的钱，全都拿出来，咱们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少废话，赶紧去！只要能拿到房契地契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只要能拿到房契地契，这点钱不算什么。真是造孽，这么多钱就这么给出去了。快点，别磨磨蹭蹭的，赶紧签字按手印，别在这里耽误我们的好事。就是，还不赶紧签字？急什么？这么大的事，自然要核对清楚，免得日后再生出什么纠纷，到时候又要麻烦村长和各位乡亲，属是对的。愣着干什么？把字据拿过来。从今往后，我宋桂花就和赵青山互不相干。还不快把房契地契给我！字据都签完了，这些东西现在就是我的了。给你。从今往后，这些房产田地就都是你的了，与我们一家再无任何关系。太好了，终于到手了。你们的钱也拿到了，字据也签完了，赶紧滚吧，别在这里碍眼。这院子现在是我们的了，你们再不走，我们就把你们赶出去。小人得志，现在你们有多得意，日后就有多凄惨。等水灾来临，堤坝溃堤，你们手中的房契地契就会变得一文不值。我们走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再也不用回来了。咱们去镇上过新日子。娘，咱们就这么离开了村子，身上虽然有了钱，可到了镇上，咱们既没有亲戚投靠，也没有营生，日后的生计可怎么办啊？娘，要不咱们还是再想想办法。就算不回赵家院子，咱们也可以在村子里再找一处地方落脚，总比去镇上两眼一抹黑要强。你们都别担心，娘心里早就有打算了，绝不会让咱们一家人饿肚子的。各位乡亲，多谢大家这些年的关照，也多谢大家今日为我作证，帮我讨回公道。我今天就带着孩子们搬到镇上生活，往后咱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。但我之前承诺大家的，收购乡亲们的野味野菜，绝不会反悔。桂花婶子，我们都相信你，祝你在镇上一切顺利，早日过上好日子。是啊，桂花婶子，往后我们有野味野菜，一定送到镇上找你。多谢各位乡亲，大恩不言谢。日后若是有需要我宋桂花帮忙的地方，只要我能做到，绝不推辞。娘，这就是镇上吗？好热闹啊，比咱们村子里热闹多了。没错，这里就是镇上。娘之前来镇上的时候，看到过一处带住房的门面要出售，位置不错，人流量也大，价格也合理。咱们先去看看，若是合适，咱们就把它买下来。这位大姐，请问是来看门面的？王掌柜您好，我听说您这处门面要出售，特意过来看看。大姐，您可真有眼光，我这处门面位置靠巷，人流量大，不管是开个小吃铺还是开个杂货铺都特别合适，只需要20两银子，还能再压压价。王掌柜，您这处门面我确实很满意，也真心想买，只是我们一家人刚分家，手头的钱也不算宽裕，您看能不能再便宜一些，17两银子行吗？大姐，这也太便宜了，我这处门面单是后面的住房就值5两银子了，17两我太亏了。这样吧，大姐，最低18两银子，不能再少了。好，王掌柜，就18两银子，咱们一言为定。
我现在就把钱给您，您给我写一份买卖契约，咱们把手续办利落。好，大姐，您真是爽快人，我这就去给您写买卖契约。大姐，您核对一下，若是没有异议，咱们就签字按手印，契约即刻生效。大姐，钥匙给您，从今往后，这处门面和后面的住房、院落就都是您的了。祝您生意兴隆。多谢王掌柜。娘，咱们的新家好宽敞，好明亮啊，比赵家的偏房好多了。咱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娘，谢谢您。等我把伤养好了，我就帮您干活，咱们一起把日子过好。娘相信，只要咱们一家人同心协力，往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。若是没有异议，咱们就签字按手印，契约即刻生效。大姐，钥匙给您，从今往后，这处门面和后面的住房、院落就都是您的了。祝您生意兴隆。多谢王掌柜。娘，咱们的新家好宽敞，好明亮啊，比赵家的偏房好多了。咱们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娘，娘，您说您有手艺，咱们要开什么店啊？你们放心，娘早就想好了，咱们开一家糕点店。镇上人流量大，不管是来往的行人还是镇上的住户，都有买糕点的心思。咱们做些特色糕点售卖，比做别的营生稳妥多了。娘，什么是特色糕点？难不成比咱们平时吃的米糕还要好吃？那是自然。娘，这就是您说的糕点吗？好香啊，样子也好奇怪，从来没有见过。来，你们都尝尝，看看好不好吃。太好吃了，娘，这块小饼比咱们平时吃的麦饼好吃100倍、1000倍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东西。是啊，这口感太特别了，软乎乎的，还带着咸香。要是咱们把这样的糕点卖出去，肯定会有很多人来买。好吃。看来这些来自现代的糕点确实很受大家的喜爱，这样一来，开糕点店也就势在必得了。从明天起，娘就开始研究这些糕点的做法，琢磨食材和用量，争取做出更多好吃的糕点。等咱们把做法练熟练了，就把门面收拾出来，正式开启咱们的糕点店。等咱们把做法练熟练了，就把门面收拾出来，正式开启咱们的糕点店。肉松小贝到底该怎么做？之前在现代，虽然看过师傅的制作过程，可我毕竟没有亲手操作过。不行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必须明天再去现代集市一探。桂花妹子，你可来了！我这是今早天不亮就上山采的野菜，新鲜的很，还有几只野兔，你看看能不能收？桂花妹子，我这里有几只山鸡，你按之前的价钱收就好，我们都相信你。大家一个个来，我慢慢给大家称重付钱。谢谢。宋桂花这老太婆肯定是藏着什么赚钱的门道，不然怎么敢净身出户，还能在镇上买房定居？我一定要打探清楚。各位乡亲，今日就先收这么多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明日我还会来。好嘞，桂花妹子，你慢走。赵青山都已经断绝了母子关系，竟然还死缠烂打，你不是喜欢跟踪吗？那我就陪你玩玩。快来人啊！有人要偷我的野菜！快来人！
偷桂花妹子的野菜！大家快跟我来，别让小偷跑了！怎么来了这么多村民？要是被他们认出来，我肯定会被他们打死的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跑！赶紧出来，别躲在后面装神弄鬼！竟敢偷我们辛辛苦苦摘的野菜，你胆子也太大！就是，你再不出来，我们就直接冲进去了。你还是出来吧，各位乡亲都来了，你是跑不掉的。赵青山，怎么是你？你不是和桂花妹子已经断绝母子关系了吗？还跑来这儿干嘛？赵青山，你为什么要偷偷跟踪我？你有什么企图？不是的，娘，不，宋桂花，我就是恰巧路过这里。恰巧路过？你骗谁呢？这条小路这么僻静，平日里很少有人经过，你怎么会恰巧路过这里？而且，你要是真的恰巧路过，那怎么躲在灌木丛里？就是，我看你就是不甘心桂花妹子过得比你好，想蓄意报复。你真是个畜生！一起上，把他押送去官府，听候发落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冤枉啊！是你，你是故意的，你这个毒！是你，你是故意的，你这个毒！大姐，您来了，这次又带来了不少好东西吧？王老板，好久不见，您看看，还是按之前的规矩兑换就行。哎呀，大姐，这么新鲜的野味野菜在城里可不好找。您稍等，我这就给您称重算账。大姐，钱您收好，调料和面粉都给您备足了，下次再有好东西还往我这儿送。一定一定，那我先不打扰您忙活了，告辞。有了这些钱和调料面粉，再学会糕点的制作方法，糕点店就稳了。老板您好，我想多买几种糕点，每种都来一些。老板，不瞒您说，我有一件事想求您帮个忙。有什么事儿您说。我最近也想开一家糕点店，也苦于不知道这些糕点的制作方子，但我愿意花钱买，不管多少钱，只要您肯教我，我都愿意出。您放心，我学会之后只会在乡下小镇开店，不会来城里和您抢生意，绝对不会。绝对不会耽误您的生意。可苦于不知道这些糕点的制作方子，但我愿意花钱买，不管多少钱，只要您肯教我，我都愿意出。您放心，我学会之后只会在乡下小镇开店，不会来城里和您抢生意，绝对不会耽误您的生意。哈哈哈。大姐，你这可就太见外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难事呢，原来就是想要方子啊。老板，您的意思是愿意卖给我方子？什么买不买的，大姐你太客气了。这些糕点的方子在网上随处都能查到，根本不用花钱买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把这些截图收藏，你用的时候点开看就行。多谢老板，多谢老板。举手之劳而已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，老板。虽然不多，但也是我的一片心意，您一定要收下。大姐，这钱我不能收，我说了，这只是举手之劳，根本不用这么客气。可是能帮上你就好。好吧，大恩不言谢。老板，您放心，我下次来肯定给您带最新鲜的野味。那我先不打扰您忙活了，慢走。这世上还是好人更多。这世上还是好人更多。娘，您回来了。您这一去怎么这么久？是不是顺利拿到方子了？是啊，我现在就试试，看看能不能做的和之前一样好吃。
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！娘，和之前的一模一样。是啊，娘，比咱们想象中还要好。您太厉害了。娘，有了这个方子，咱们的糕点店一定能开得红红火火，再也不用愁生计了。小满也喜欢吃。好吃就好，既然成功了，咱们就紧锣密鼓的筹备开店的事儿。青川，你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就帮忙收拾门面。婉娘，你帮着准备食材，打扫卫生。清河，你跟着我学做糕点，熟悉步骤。咱们争取早日把糕点店开起来。好。青川，你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就帮忙收拾门面。婉娘，你帮着准备食材，打扫卫生。清河，你跟着我学做糕点，熟悉步骤。咱们争取早日把糕点店开起来。好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！桂花糕点铺今日正式开业啦！新鲜现做的特色糕点，样式新颖，来，口感绝佳。桂花糕点铺，从没听过啊！这糕点是什么样子的？闻着倒是挺香的。是啊，看着样式也挺新奇，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各位乡亲，大家放心，咱们家的糕点都是现做现卖，不好吃不要钱。不好吃不要钱？真的假的？尝尝吧。这太好吃了，外酥里嫩，甜而不腻，香气十足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是啊，这比我吃过的任何糕点都好吃。我也要一份。现做现卖，真好吃。您拿好。娘，咱们的生意太好了，好多人都来买咱们的糕点。是啊，大家再加把劲儿，好好招呼好每一位顾客。是。娘，咱们的生意太好了，好多人都来买咱们的糕点。是啊，大家再加把劲儿，好好招呼好每一位顾客。是。真是晦气！自从那老太婆搬走后，咱们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，家里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早知道当初就不该让她那么轻易的走，应该把她手里的钱都抢过来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谁知道那老太婆竟然藏得那么深！当初要是知道她能这么有钱，我死也不会和她断绝母子关系。那边怎么这么热闹？不知道，走，咱们过去看看去。青山，你看。那不是宋桂花吗？这糕点铺竟然是他开的！这个老不死的，刚和我们断绝母子关系，就有钱开这么大的糕点铺，生意还这么好。他肯定是早就藏着私房钱，预谋好了要甩开我们。就是，当初把房产田地都留给我们，还以为他有多好心，原来都是故意的。自己在镇上开店过好日子，却让我们在村里受苦受累，真黑心啊！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他凭什么过得这么好，我们过得这么苦？走，咱们上前找他算账，让他把糕点铺分我们一半，不然咱们就闹得他开不了店。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！桂花糕点铺今日正式开业啦！新鲜现做的特色糕点，样式新颖，口感绝佳。哟，宋桂花，你可真有本事啊！刚和我断绝母子关系，就带着青川这几个小的，在镇上开起了店。倒是潇洒的很啊！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！桂花糕点铺今日正式开业啦！新鲜现做的特色糕点，样式新颖，口感绝佳。哟，宋桂花，你可真有本事啊！刚和我断绝母子关系，就带着青川这几个小的，在镇上开起了店，倒是潇洒的很啊！我们开不开店，享不享福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们可别忘了，我宋桂花已经和你们断绝母子关系了。是啊，赵青山，娘已经把房产田地全都留给了你们，是你们自己好吃懒做，不肯下地干活，日子过不下去，凭什么来怪娘？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人家都已经断绝关系，还把家产都留给他们了。是他们自己不争气，
还好意思来这里闹？就是啊，看着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分明就是看到宋大娘生意好，心里不平衡，想来占便宜的。娘，你看你怎么说话这么绝情呢？虽然咱们是分家了，可咱们体内还是流着一样的血，我自然是最关心你的。我就是担心你在镇上不容易，特意过来看看你。是啊，娘，既然你这里开着糕点铺，也不缺这点东西，就拿些糕点给我们尝尝，也让我们当大哥大嫂的沾沾你的光，不过分吧？不必了，我们家的糕点是用来卖钱养家的，不是用来喂白眼狼的。宋桂花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告诉你，当初分家的时候说好家产一人一半，如今你这糕点铺生意这么红火，赚了这么多钱，按照分家的规矩，这糕点铺也该有我的一份。就是，你必须把糕点铺分我们一半，不然我们就不走了。就在这里闹，闹得你开不了店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怎么偏心二弟、苛待大儿子的。按照分家的规矩，这糕点铺也该有我的一份。你们！赵青山、刁氏，你们太过分了！当初是你们逼着娘和你们断绝关系，分家后，娘又把所有房产田地都留给了你们。就是，你们也太不要脸了！娘待你们不薄，分家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你们，是你们自己好吃懒做，把日子过垮了，现在却来欺负娘，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是啊，做人要讲良心。当初分家的事，全村人都看在眼里，娘没有对不起你，是你们自己不知足，如今却来这里闹，只会让人笑话。你们少在这里胡说八道！宋桂花就是偏心，就是苛待我们家青山，把家产都给了你们，自己还藏着私房钱开糕点铺。我们来要我们应得的，有错吗？就是，你们少在这里颠倒黑白。我是娘的大儿子，他的东西本来就该有我的一份，这糕点铺就该分我一半，给我钱，不然我就不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若是真像这夫妻俩说的，宋大娘偏心二儿子，苛待大儿子，那也太过分了。是啊，看着这夫妻俩穿得破破烂烂，宋大娘这边却开着糕点铺，说不定还真的是亏待了大儿子，不然他们也不会来这里闹啊。也不好说，说不定是这夫妻俩想占便宜，故意污蔑宋大娘呢。赵青山，刁氏，我明明已经一让再让，难道你们非要毁掉我拥有的一切才肯罢休吗？各位街坊邻居，大家别听他们胡说八道。当初分家，我娘把所有房产田地都留给了我大哥，是他们自己挥霍无度，才把日子过垮了。如今又来这里污蔑我娘，看来还要闹得更大。只要越多人误会那老不死的，那他就越有可能妥协，把铺子分给我。如今他开着糕点铺，赚着大钱，却不管我的死活，不管我和我媳妇儿能不能吃上饱饭。老天爷呀，你快评评理呀！我这个当儿子的被亲娘抛弃苛待，分家的时候他把所有东西都藏起来，只给我几亩茅田。看来还要闹得更大。只要越多人误会那老不死的，那他就越有可能妥协，把铺子分给我。我这个当儿子的被亲娘抛弃苛待，分家的时候他把所有东西都藏起来，只给我几亩茅田。老天爷呀，我们家青山太冤了！亲娘不管儿子的死活，偏心二儿子，苛待大儿子。我们夫妻俩在村里吃糠咽菜，他却在镇上吃香的喝辣的，开着糕点铺赚着大钱，这世道还有天理吗？我宋桂花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从未亏待过你们两个。当初分家，全村人都可以作证，我把所有房产田地都留给了你们，是你们自己好吃懒做，才把日子过成如今这般模样。你们今日在这里污蔑我，索性直接去官府。不行，要是真的闹到官府，吃亏的只会是我们。各位，
我来说一句公道话，宋大娘心地善良，为人实在，前2天还帮了我。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可能看待自己的儿子？是啊，我看肯定是这夫妻俩想来这里撒泼，故意污蔑宋大娘。我刚才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哪有当儿子的在大庭广众之下躺在亲娘店铺门口撒泼打滚啊？宋大娘都说了去官府，你们要是真占理儿，怎么不去啊？赵青山，刁氏，官府请吧，你们送到官府去。你们今日在这里污蔑我，索性直接去官府。不行，要是真的闹到官府，吃亏的只会是我们。赵青山，刁氏，官府请吧。赶紧滚！再不走，我们就这么真的把你们送到官府去。多谢各位乡亲、各位街坊，今日多亏了你们，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这份恩情，我宋桂花记在心里了。为了感谢大家今日的支持与信任，我宣布，今日店里剩余的所有糕点全部买1送1。赵青山，你这个没脑子的东西，我让你闹，任你闹！你看看你，闹了半天，不仅没占到一点便宜，还丢尽了脸。你说你能干成什么大事？你以为我想吗？谁知道那些街坊竟然都帮着他那个老不死的！你就是没脑子！当初分家，宋桂花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你。你要是好好干活，好好过日子，我们能过得这么惨吗？如今想来占便宜，还闹得这么狼狈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才嫁给你这么个废物。宋桂花，今日之辱我记下了。我现在就去村里找几个弟兄，跟我一起教训一下宋桂花一家人。那你能把糕点铺抢过来吗？当然。宋桂花，今日之辱我记下了。我现在就去村里找几个弟兄，跟我一起教训一下宋桂花一家人。那你能把糕点铺抢过来吗？娘，以大哥的性子，他会不会找人来报复？娘，不用担心，就算他们真的来闹事，我也会保护你们的。娘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赵青山找的是混混，手里还有家伙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啊！你们都别担心，我心里自有打算，不会让他伤害到你们任何人的。具体的你们就别问了，你们只要好好看店，照顾好自己和小满，剩下的交给我就好。放心，我是绝不会让赵青山的阴谋得逞的。好，娘，我们相信你，我们都听您的。老板，我想问问您，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能防身的东西？防身的东西，防狼喷雾啊！防狼喷雾。大姐，您看这款防狼喷雾威力很大，遇到危险的时候喷在对方的脸上，能让对方瞬间睁不开眼睛，呼吸困难，而且体积小，方便携带和隐藏。太好了，老板，那这款防狼喷雾我要了。赵青山，只要你敢来，我就让你有来无回。宋桂花，你敢得罪我，今天我就让你付出代价！英雄们，给我砸！宋桂花，你敢得罪我，今天我就让你付出代价！英雄们，给我砸！大哥，小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我没事，赶紧拦在他们！
咱们可都指着这个店铺了，不能让他们这么毁了。赵青山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来买东西，怎么不接待啊？这个我都要了。1两银子，我是你儿子，吃你2块糕点，你居然和我要钱？买东西不给钱，我看你分明就是来捣乱的。青川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！好嘞，赵青川，我是你哥，你这样对我会遭报应的。有你这样的哥就是我的报应。有你这样的哥就是我的报应。当家的，你没事吧？青川，老东西，老二不过就是跌了个跟头就心疼了。我和耀子在家吃糠咽菜，怎么不见你问一下？赵青山，我已经按照内你的要求分完家了，你们的日子过好坏和我无关。青川好歹是你的弟弟，你知道他身子虚，还下这么重的手。我弟弟同样是你生的，你从来都没把我当亲生儿子看待。你藏着钱不分给我，偷偷带着赵青川开店，天底下哪有你这样当妈的？偏心小儿子，骗着大儿子分家，偷偷给小儿子开店，这不是老大来找麻烦了？真是个偏心的老太太啊！我也得找她麻烦，哪有这么当妈的？你用家里那堆破烂骗我分家，还狠心和我断绝关系，我今天定要讨个公道！来呀，给我砸！分不到铺子我就砸烂它，谁也别想好过！你们住手！快住手！你们住手！快住手！你们赶紧滚出去！住手！宋老板，我们来送货，这都是哪来的杂碎来捣乱？说来惭愧，这就是我那不成器的大儿子。他就是那个不成器的白眼狼啊！房产天产都给了他，他还想要怎么样？他还想要我的铺子，他还把青川打成这个样子，我偏心，我是偏心。青山，你身子弱，修大坝又脏又苦又累，你干不来，让青川替你去。我当初让青川替你去修大坝扶摇役，害他险些丧命，身子骨现在还是虚的，我是偏心，可我偏心的是你。你当初分走了房子田地，想没想过我们怎么生活？现在看着我的铺子开起来了，又想分一杯羹，没门儿！原来是这样，他这大儿子可真不是个东西。看刚刚才的样子，还真以为他受了多大的委屈呢。赵青山这种人就该去死，活着浪费空气。你们说什么呢？谁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说什么呢？谁要是再敢胡说八道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有什么你冲我来，和旁人无关。老东西，我告诉你，今天这个铺子，你要是不给我分一半，我和你没完。我的这群兄弟们可都不是吃素的。青山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扪心自问，这些年妈亏待过你吗？少说这些没用的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天天让我兄弟来闹，让你们做不成生意。行，我给。哼，早答应不就完了吗？多余让我闹这一出。娘，你不能答应他呀！像他这种人，你答应了一次，下一次就会变本加厉。娘，青川说的没错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。有你们他妈什么事儿？白纸黑字，立字据为证。要签赶紧签，签的晚了，我这帮兄弟等不耐烦了，一会儿可就要砸铺子了。你，看来娘还是偏心的。我气你个鬼！我今天要是不好好教训你，你真以为我舍不得打你？我气你个鬼！赵青山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休想再从我这儿拿走一个铜板。该分给你的都分给你了，你要是再来纠缠，小心我不客气。你，赶紧滚！给我砸！我过不好，
你们也别想好过。老祖宗我的财主，我绝不能让你们破坏他的生意。没错，我们还等着宋老板收野菜呢。我娘！娘，我没事，都这样了还说没事儿，青川，赶紧送他去医馆。妈的，我和你拼了！你们放开我！老太太，你用的什么东西？你私藏邪物伤人，我要去报官抓你！你带人打砸我的店铺，害我怀孕的儿媳受惊难产，我应该报官抓你才是。一个大男人整天为难自己的娘，简直不配为人。他就仗着他娘宠他，才敢这样无礼，真是个窝囊废！人杀！窝囊废！窝囊废！你们这群蠢货，你们懂什么？我是他儿子，他的就是我的，他就应该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给我，藏着掖着就该天打雷劈。就是他砸我们的店铺。你们这群蠢货，你们懂什么？我是他儿子，他的就是我的，他就应该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给我，藏着掖着就该天打雷劈。就是他砸我们的店铺。青天大老爷爷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哎！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起来说话，起来说话。青天大老爷，这个老太太是我妈，我和我这些兄弟来她店里买东西，她却指使人打我。对了，她还有一种邪物，貌似是一种水雾，但是喷在脸上刺痛无比。这老太有这种邪物，会对咱们的公共治安造成威胁呀！青天大老爷，是否如他所言，你有邪物在手？来的邪物，赶紧交出邪物！宋老板。大人，就是这个泼妇，他拿这个东西喷我，你看我这眼睛到现在都还疼呢。还有他们这群人合起伙来欺负我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官差大人，此物名为防狼喷雾，是我自发研制的一种防身物件。说谁呢？我们做买卖的难免碰到些泼皮无赖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总要想些办法。官差大人，他私自研制害人性命的东西，这种人必须要将他就地正法。害人性命？官差大人，此物主要成分是辣椒水，喷于歹人面部，只会让其辣眼睛，片刻之后便会恢复正常，何来害人性命一说？哎，我的眼睛现在不疼了。你这老太还真是聪慧过人。若是我们当差能有此物，那能省不少的事儿啊！您可以和我批量。好啊，好啊，量大优惠。你这是受贿，我要去衙门告你。告状，他自己干了啥，心里没数。你告什么告？官差大人，今日之事分明就是赵青山带着群泼皮无赖来捣乱的。说得好，可有此事？从实招来，免受皮肉之苦。官差大人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是赵青山指使我们的，他让我们砸了老太太店，直到他答应把店铺交给赵青山为止。官差大人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，是赵青山指使我们的，他让我们砸了老太太的店，直到他答应把店铺交给赵青山为止。你好大的胆子，当着官差的面敢殴打证人！他胡说的，他和这个老太婆是一伙的。还敢狡辩！我呸！
你不忠不孝，背弃人伦，颠倒黑刺白，随意诬陷他人。我要是让你小子唬住了，还怎么保一方百姓平安？是，来人，将闹事人等缉拿归案。青天大老爷，我是冤枉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是这个老太婆算计。到现在了，你还死不悔改，我怎么养出了你这样的儿子？你们干什么？安静！宋老板，你放心，我将赵青山带回去，会严加审问，定还你一个公道。按现在的律法，他已构成寻衅滋事罪，会被判鞭刑。娘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和官差大人求求情，怎么也是说我有你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，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受鞭刑之苦。别叫我娘，那日你我签了断亲书之后，便再无瓜葛，你所受的任何皮肉之苦，都与我无关。今日多谢各位仗义直言，出手相救。为感谢大家，今天的糕点全部半价。早就听闻宋老板的糕点味道独特，香甜可口，今天终于能尝到了。宋老板，今日我们本就是来送野菜的，现在野菜送到，我们该走了。清河，你去给大家装些糕点。宋老板，使不得，您这糕点怪贵的嘞。哎呀，拿着，今天多亏了你们，才没让赵青山那混账东西得逞。宋老板客气了，平日里您对我们关照有加，今日您遇到麻烦，我们自然不会坐视不理。那就把这糕点收下，这是我的一片心意。多谢宋老板，天色已晚，我们得赶紧回去了，告辞。慢走，路上小心。娘，您收了这么多的菜，要卖给谁啊？洋人，对，洋人，他们特别钟爱咱们的野菜，说什么健康、无公害，反正我也听不太懂。总之，他们愿意花大价钱买。宋老板，你快去看看，你儿媳，你儿媳怎么了？你快去看看，你儿媳。你快说啊，别喘了！生了，快带我去看看，带我去看看。娘，还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呢，您就高兴。万一再是个赔钱货，赔钱货就赔钱货，他奶奶有的是钱，专门给我孙女儿赔钱。娘，等等我，这老太太。婉娘，真是辛苦你了。娘，可惜了，又是个丫头。丫头好啊，以后跟着奶奶学做生意，和小满把咱们的糕点铺子好好经营下去。好宝贝，快让奶奶抱抱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不是找那老东西去要铺子了吗？怎么会弄成这样？别老不死的报了官，青山哥因为寻衅滋事受了鞭刑，以后怕是站不起来喽。媳妇儿，我以后可什么都没了，就只有你了，我腿废了，你要好好伺候我。媳妇儿，我以后可什么都没了，就只有你了，我腿废了，你要好好伺候我。腿废了，让我伺候你？你做梦！耀祖过来，娘来了。耀祖，和娘把这个残废的累赘扔出去。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再说了，这房子和田地都是我的，要走也是你走。你怕是忘了。当初你修坝的时候，我娘家花银子赎你出来，你可是打了欠条的。现在这房子和田地，要给他们抵债。
你，我要告你去！告我？我娘家有你白纸黑字亲手写的欠条，你告在哪儿都不管用。娘，这锅您从哪儿弄来的？太有巧思了，中间还能放炭火。这个叫火锅，也是我从洋人那儿买的。来，涮菜涮肉吃。小满，尝尝这个。妈妈，这个东西真好喝，比红糖水还好喝。不久之后就是洪灾了，幸好我早做了准备。别幸福，若云。回哪儿去？臭要饭！好香啊！好香啊！妈的，我在要饭，你们在这吃肉，连小满那个死丫头都有肉吃。娘，是个乞丐。这年头连年遭灾，庄户人家想要活下去不容易。清河，给他些粮。老东西，你们吃肉想用点粮就把我打发了，想得美！给我拿副碗筷，我也要吃。是你怎么？肯定是刁氏见他好吃懒做，腿又废了，把他赶出来了呗。娘，还去拿粮食吗？贪得无厌，给了他一次就会有第二次，清川赶出去。好嘞。会被天打雷劈。洪灾来了。哎呦，这可咋办啊！老天爷，你真是不开眼啊！我们娘俩没活路了。哎呦，这可咋办啊！老天爷，你真是不开眼啊！我们娘俩没活路了。娘，现在的粮食只够咱俩一个人活下去，你肯定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我被饿死吧？宋老板真是好人啊！这灾荒年月，粮比金贵，宋老板能施粥，真是功德无量。是啊，宋老板，等我们好起来，一定来光顾您的事。大家严重了，遭遇天灾，我们是应该齐心协力，一同度过难关。等大家的日子好起来之后，我这生意不还得靠着大家吗？你不用挡了，我知道是你。哥，等灾荒之后好好种地，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，勤劳致富。赵青川，你瞧不起谁？我告诉你们，总有一天我会东山再起，到那个时候让你们跪下来求我。他打翻了粥锅，害我们没有粥吃。妈的，我一家老小就等着宋老板的布施呢。我今天非要狠狠教训一下这个不长眼的！真是无药可救。真是无药可救。老伯，这是我们最新款的冲锋衣，防水性能特别好。您再去山上采药啊，就再也不怕下雨了。这得挺贵的吧？是稍微贵了些，现在打完折之后3文钱。但是你想想，你要是淋了雨感冒了，去郎中那儿开一副汤药要多少钱？您在家休息没法采茶，又是好几天的损失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买！妹子，你看这吸水性特好，把这个给你家孩儿用上，一晚上都不用起来换尿布。我家小宝用的就是这个。哪有这么神奇？一晚上尿都不会渗出来。我保你的，
漏一滴尿，你回来找我。娘，咱利润也太薄了，这冲锋衣和棉衣都不咋赚钱。这1年来，咱们靠着这个商店给京城的达官显贵供货，已经成了荣县的首富了。现在娘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所有人都能吃饱穿暖。娘，还是您的格局大，胸怀天下。